19岁拿下亚洲田径锦标赛冠军，100米赛场跑出无人区，11秒61夺双金。他就是来自湖北宜昌的熊诗琪。熊诗琪今年才19岁，是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2022级新生。他是咱们田径短跑界的新星，不仅在100米领域大放异彩，而且在跳远方面更是不逊色。在今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上，熊诗琪一个跳跃就拿下了6米48的好成绩，霸气夺冠。国青队给熊诗琪报名了100米单项和接力，今年的亚洲田径锦标赛就是他的舞台。在最开始的时候，韩国人还未发现熊诗琪的恐怖之处。这是女子100米的预赛，熊诗琪被安排到最偏僻的第8跑道，这是最难跑的跑道，但是熊诗琪从不抱怨环境，这才是真正的强者。果然，熊诗琪一旦开足马力，别人就只有看灰的份儿，简直是把100米赛场跑出无人区。最终，熊诗琪以本组第1的成绩进入决赛。2个中国姑娘闯入亚洲田径锦标赛决赛，她们就是19岁的熊诗琪和17岁的刘霞君。刘霞君在预赛中的表现也十分亮眼，赛前的微笑简直要填进心里。第1跑道的位置也让大家松了口气。然而，就是这样的4川萌妹到了赛场，简直换了个人。直接开足马力往前冲，好几个人愣是没有追上他一个人。刘霞君直接冲出终点线，他这一下狂飙出11秒87。第二，和熊诗琪一样，都是以第1名晋级决赛。来到紧张刺激的决赛现场，第3跑道的就是刘霞君，而第6跑道的就是熊诗琪。咱们2个中国选手离得还挺远，但是他们的心是一样的。随着枪声响起，刘霞君唰的一下冲了出来，他的起跑速度是最快的，熊诗琪则是倒数第3。不过熊诗琪的后程爆发力十足，只见他直接使出全部实力，一路反超5人，拔得头筹，甚至在熊诗琪的身后出现了一段真空地带。熊诗琪以11秒61夺冠，而咱们的刘霞君也十分厉害，他11秒85摘得银牌。2个中国姑娘都是好样的。如果有人问你中国短跑女子接力队到底有多强，就把这个视频甩给他看。中国队4朵金花接力豪取金牌，中国女孩再次为黄种人证明。田径锦标赛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第1棒是刘霞君。 금메달 후보죠. 네. 그런데 바톤을 제일 잘 받는 나라는 태국입니다. 네, 그렇습니다. 태국은 예전부터 아시안 게임에서 우리나라는 금메달을 한 번도 地理位置十分不好，和熊诗琪预赛一样，位于第8跑道。接力赛中，刘霞君甚至看不到对手的情况，只能凭借训练出来的本能，成功和对手交接。中国队暂时领先。 릴레이 경기 결승전입니다. 第2棒是赵君妍，曾经获得少年甲组女子200米金牌。然而，印度队中的女子选手不简单，很快反超了赵君妍。印度选手第1个完成交接，赵君妍十分着急，不要命的拼命冲刺。第3棒是黄娜，这一次黄娜逆天改命，尽管有实力强劲的印度选手，黄娜也没有放弃，成功把第3的位置逆转成第2。 印度选手还在得意洋洋，接过交接棒的熊诗琪爆
化了，逐渐把脚底泡出风火轮，就连遥遥领先的印度选手都被熊世奇反超甩在身后。你可以永远相信熊世奇。熊世奇又一次拉开极大距离，最终在4朵金花的努力下，中国队成功以45秒05夺得第2金。 시흥치치가 마지막 앵커로 뛰면서 네. 아주 금메달을 차지했고요. 네. 육안으로 보기에는 두 번째로 태국이 들어온 걸 보입니다. 네, 마지막 앵커가 또 페트쿤이었어요, 태국은요. 네. 자, 중국이 오늘 여자부 400m 릴레이에서 가장 좋은 호흡을 보여주면서 마지막 앵커로 나왔던 시용시치 폭발적인 스피드로 금메달을 확정시었던 중국 팀이었습니다. 자, 다시 한번 보시죠. 네. 자, 이은빈 선수가 이채연 선수한테 넘겨줄 때만 해도 네. 크게 차이가 나지 않고 네. 선두권하고 같이 받았거든요. 네. 이채연 선수도 잘 쪄줬고요. 네. 여기서 이제 세 번째 주자 신가영 선수에게 바톤이 넘어가는데 바톤이 여기서 조금 살짝 스피드가 주춤했습니다. 네. 저하됐고요. 네. 자, 이때만 해도 인도가 네. 바톤을 제일 먼저 받았어요. 여기서 또 대한민국 전하영까지 연결이었는데 자, 신가영하고 전하영하고는 전혀 바톤이 안 맞았죠. 네, 사인을 맞지 않았습니다. 네. 이때 인도가 먼저 바톤을 받았지만은 네. 마지막 앵커 시홍시치 중국이 예. 역전을 시키고요. 앞으로 태국의 마지막 네. 네. 태국의 마지막 주자죠. 페트쿤 네, 선수였는데요. 페트콘 선수도 아주 인도 선수를 그리고 마지막 인도의 앵커가 大家觉得这就是熊世奇的极限了吗？评论区欢迎大家的来访。中国姑娘最恐怖的一次起跑，外国人看哭了，这姑娘脚底有马。中国田径4朵金花之一梁小静用最矮的身高对抗1.8米大长腿的黑人选手，屡屡用自己高速的起跑让对手震惊。梁小静身高1.58米，却跑出极致速度。梁小静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运动天赋，从小学到高中，每次跑步都是第1名。长大后开始参加大一点的比赛，在国内的女子100米比赛中，梁小静的起跑更是难以击败，就连葛曼棋和韦永丽也不是她的对手。本场比赛里，梁小静前程照旧占优，后程一直是她最大的弱点。然而，当梁小静克服了这个困难，就没有什么能让她治不好的。最终，梁小静以11秒27的好成绩，成为了国内100米短跑冠军。比赛开始，体重反应大家都是在相对一致的状态。梁小静的前程还是更占优，韦永丽在后程在追，梁小静在前程的优势慢慢的保持住，看看最后的冲刺。中国女子接力赛的实力有多强？4朵金花玩命狂飙，42秒36获得小组第3，直接晋级决赛。中国队在22年后再次进入世锦赛接力决赛，这是多哈田径世锦赛女子4乘100米接力预赛。最让人期待的是咱们的4朵金花，她们分别是梁小静、韦永丽、孔令薇和葛曼棋。这一战是背水一战。27岁的孔令薇复出，带领梁小静、韦永丽和葛曼棋训练，而此时她们实力更进一步，整体实力甚至进入世界第1阶梯，这才鼓起勇气站在多哈田径世锦赛预赛上，而对手全是世界级别的高手。But then, no Saini, by the way. Saini won at the 200 will we ever meet again? I will never pain with never somewhere my heart so like the wall I'll never love again. Go walk with me
有压力就有挑战，中国姑娘就没有怕过。中国队在第6跑道上，各位黑人选手摩拳擦掌，仿佛预定了前3名。第1棒是咱们的梁小静，梁小静的起跑傲视群雄，这一次同样给了大家一点小小的震撼，甚至在出弯道时就已经从视觉上追上了外道的选手。第1棒、第2棒顺利交接，第2棒是韦永丽，她是咱们国内顶尖的短跑运动员，在全力爆发。值得注意的是，牙买加队的弗雷泽，因为他实力强悍，甚至逆转了中国队第1的位置。不过好在咱们的2、3棒交接也顺利。第3棒孔令威可能是刚复出的原因，孔令威在速度上稍逊于其他队友，这一弱势很快被发现。英国队更是咬紧牙关，连忙冲刺，甚至超过了中国队。视线回到中国队的身上，第3棒和第4棒交接顺利完成，现在就看葛曼棋的了。只见葛曼棋完全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恐怖的能力让他保持住队友打下的基础，成功在第3位冲过了终点。And that is, of course, pending good white flags all the way round and no problems with the changeovers. It's essential those changes happen in the zones. A safe changeover is much better than a ropey one or a wrong one. But of course, baton speed is ideally what you want to maintain to the absolute maximum. You've seen 1 or 2 problems in the first heat. I'm not sure I saw any in that one. Did you, Tamsin? 最终比赛成绩出来了，弗雷泽领衔的牙买加队成绩42秒11获得小组第1名，英国队42秒25获得小组第2，中国队42秒36排名第3。别小看这第3名，中国队自1997年雅典世锦赛后就再也没有踏入过世锦赛接力决赛，这一次的优异成绩是历史性的。中国队以42秒36进入决赛，女子接力赛的亚洲纪录正是咱们四川队跑出的42秒23，这一成绩实在是让人惊喜。Change over there Jamaica looks comfortable and they have room to breathe with perhaps the ability to bring in a less confident long term on the very right. But what a great last leg. 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安怡，采访。